各位好，今天在本期节目的前半部分，与各位分享一家德语区财经门户网站的一篇报道。他认为，国际黄金价格的大幅上涨与中国脱不了干系。以前德国牛奶涨价，甚至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电视上向选民解释说，是因为中国人喝牛奶喝多了，所以导致德国牛奶价格大幅上涨。反正好像很多事情中国总是躺着也中枪。不过，中国可能确实是金价上涨的原因之一。好，我们现在进入这家德语区财经门户网站。为什么中国与破纪录的黄金价格脱不了干系？分析师们为2023年金价的强劲表现找出了各种原因：高通胀率、加息结束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然而，黄金涨势实际上可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因。第一，中国人民银行数月来一直在大规模扩充黄金储备。第二，中国拥有的黄金比印度、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国家拥有的黄金总和还要多。第三，中国大量购买黄金是因为台湾而引发的地缘政治紧张。12月4日，黄金价格历史上首次突破2100美元大关，并在近期创下每盎司2153美元的历史新高。尽管出现了小幅回调，但目前的黄金交易价格为2033.8美元，截至2023年12月16日，略高于2000美元的心理关口。然而，鉴于加息周期结束的前景，以及由此带来的黄金与债券相比吸引力的增加，囤积黄色贵金属的显然不仅仅是私人投资者，各国央行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尤以中国人民银行 PBC 最为突出。这是中国央行购买的黄金数量。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央行在过去12个月中买进了大量黄金。在此期间，中国人民银行的黄金储备增加了约200吨。据彭博社报道，仅在10月份，中国就购买了23吨黄金。德国之士点评，出于不同的立场，媒体很会包装。中国的2215吨黄金听起来确实很多，但该媒体故意隐瞒横向比较的数据。咱们来看看。咱们现在看看世界黄金储备排名，单位是吨，截止时间是2023年7月。高居榜首的是美国，你看它的黄金储备有8133.5吨。接着是德国，小小的德国竟然有3352.7吨。但是得说一下接下来大多数国家他们黄金储备都是存放在美国的，而不是在德国本身。前几年德国有呼声要运回放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但是美国不允许，所以让世界各国都很担心，也怀疑到底那些黄金还在不在，还是已经被私吞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第3名呢是意大利2451.8吨，第4名呢是法国2436.9吨，然后是俄罗斯2329.6吨，然后才是中国2113.5吨。第6名，接着是瑞士，你看小瑞士就有超过1000吨，然后是日本、印度、荷兰、土耳其。中国台湾省有423.6吨，也挺多的，因为台湾人口只有2400万不到，但是你看它的黄金储备就有超过400吨。其中有多少黄金是当年，也就是1949年，蒋介石从大陆把全中国人的黄金搬运到台湾去的呢？好，我们看葡萄牙，然后是乌兹别克斯坦、沙特。这沙特那么少，让我有点吃惊。最让我吃惊的是英国只有310吨，还有西班牙只有281吨。为什么这2个国家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呢？也就是英国和西班牙，因为他们几百年前开始就殖民世界各个国家，收刮了大量的财富，现在几乎被他们全部败光了，就是败家子嘛，对吧？所以从黄金储备这个角度，我就看不起像英国、西班牙这样的国家。我们再回头，你看美国的黄金储备8000多吨，而中国呢只有2100吨，也就是中国的黄金储备只有美国的1/4。而这篇所谓财经门户网站的报道，把中国这2100吨好像说的特别多一样，
说什么比印度还有拉丁美洲以及非洲加起来还要多，但是他们完全不提美国这黄金储备，也没有提德国本身的黄金储备，所以这种媒体的导向性特别的明显。据德国新闻门户网站 NTV 报道，新加坡黄金合约交易商称，从货币角度看，中国人民银行目前每月至少投入10亿美元购买黄金。德国只是点评一下，对于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来说，每个月投入10亿美元购买黄金，这笔钱真的不多。我们继续往下，但实际上，中国对贵金属的投资可能更为广泛。亚洲媒体经常有报道称，中国的黄金储备和黄金购买量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据称，中国拥有隐性的黄金储备，而中国自己开采大量黄金，又为这一储备推波助澜。根据 Statista 的数据，2022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其产量为330吨，超过了俄罗斯的320吨、澳大利亚的320吨、加拿大的220吨和美国的170吨。金融时报说，此外，中国的私人和半公共市场参与者也购买了大量黄金，尤其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房地产危机的影响。中国央行希望通过买进黄金来抵御制裁。无需过多猜测，中国央行大肆买进黄金的原因。中国政府毫不讳言，大量增加黄金储备是为了应对可能与台湾和美国爆发的战争。一旦发生战争，中国绝不能成为西方制裁的牺牲品，而必须能够更加独立地运作。路透社援引中国人民银行的陈宏祥的话，表达了中国的意图。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和台海冲突的背景下，我们应该警惕美国重复这种对中国进行金融制裁的模式。在2022年2月24日袭击乌克兰之前，俄罗斯已经明显增加了黄金储备。中国与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因此应在美国及其盟友台湾、日本和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看待中国买进黄金这一动作。最近，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故意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海海域巡逻，遭到了中国的强烈谴责。中国声称美国扰乱了该地区的和平，而美国则指责中国在该地区实行侵略政策，引起了邻国越南、台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反对。德国之士说明，本人只是翻译我不同意台湾是邻国的表述。中国正加强与台湾的直接军事挑衅，定期派遣军机和军舰靠近台湾岛，包括飞机飞越敏感的台湾海峡中线。这些行动发生在1月13日台湾即将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之前。NTV 写道，仅在11月，中国空军就在该地区执行了4次大规模任务。中国声称，这些活动旨在防止台湾与美国勾结，保护中国的领土完整。自1949年以来，一直自称中华民国的台湾岛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叛逆的省份，并正在努力实现统一。在最近与美国总统拜登的谈话中，习近平强调统一是不可阻挡的，中国将继续推进这一进程。毫无疑问，如果中国拥有庞大的黄金储备，至少在经济上，中国会对围绕台湾的紧张局势感到更加放心。好，朋友们，接着我们来看一篇奥地利媒体 Die Presse 关于中国电动车的最新报道。特洛伊木马电动车，中国的全面胜利。按计划发展，中国正在掌控欧洲的电动汽车市场。这是一匹特洛伊木马，因为它将使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并存。几乎无论哪种品牌的电动汽车都是中国制造，其中一个原因是决定汽车价值的部件——汽车电池。全球最大的10家电池制造商中有6家位于中国，其中排名第1的宁德时代和第2的比亚迪的产能以1000兆瓦时计算，超过了其他所有制造商的总和。4家非中国企业分别来自南朝鲜和日本，没有1家来自欧洲。欧洲目前正在增加的电池生产都是由亚洲公司或以合资企业的形式进行的，这为欧洲本身
没有生产能力的驱动技术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无法在世界市场上获得必要的原材料。与锂和石墨一样，中国也几乎垄断性地控制着这一市场。一方面，这为中国实现本国的气候目标提供了便利。虽然与气候无关，但电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在中国而非欧洲产生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的发电厂主要使用煤炭，而煤炭是世界上最重要、增长最快的首要能源，超过了石油和天然气。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具体的数字，比如欧洲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过去2年里翻了一番，达到3900亿欧元。德国之士点评，对于日益扩大的贸易赤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12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峰会上说，欧盟无法接受不平等的贸易赤字。他把这种现象归咎于中国对本国市场的保护主义以及补贴。其实这是错误的。事实上，欧洲能提供的可供中国购买的产品太少，而中国想要的产品出于各种原因，欧盟不卖。另一方面，中国产品在欧洲大受欢迎，需求的增加当然导致欧盟进口更多中国产品，但这确实不能怪中国啊！有本事你欧洲向中国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呀！好，我们继续往下，这也是汽车进出口不平衡造成的。出口到中国的汽车要缴纳15%至25%的关税，具体取决于车型。相反，从中国出口到欧洲，关税为10%，而欧洲的电动汽车在中国市场一般不受欢迎。只有特斯拉在这一块业务中拥有些许发言权，尽管特斯拉的电动车是在中国生产的。相反，所谓的经济型电动汽车却绕不开中国，因为它有望在欧洲的大众市场取得突破。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公司和 Stellantis 公司最近花费数十亿欧元向中国制造商购买产品，以利用中国在技术和生产方面的成本优势。具体而言，据 Stellantis 公司首席执行官卡罗斯·塔瓦雷斯称，这些产品比西方任何可以想象的产品都便宜30%。中国成为全球汽车强国的计划是20年前高瞻远瞩制定的，如今取得了双重回报。转型使吉利等中国制造商能够以优惠的价格进入燃油车市场。当然，包括有影响力的咨询公司在内的中国说客对此报道较少。就像通过贸易实现变革的说法一样，中国的兄弟联盟过于明显，不是与欧洲或被入侵的乌克兰，而是与俄罗斯的普京和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等独裁者。好，朋友们，报道就到这里。这家奥地利媒体的观点，我也只能呵呵了。号称中立国奥地利，其实他们的媒体与德国媒体没啥区别。朋友们，可惜啊，很多德语媒体要不没有评论功能，要不没人评论。至少在德国，后台有人监视评论。所有所谓极右的、反犹的言论，或被删除，或根本不让发，或者封号。解释权完全在媒体平台。反正我发的很多评论，可能直接击中要害，很少看见我自己的评论能发出去的。好了，各位朋友，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